我追在沈战身后5年。女官考核那日，他以我卷上有墨点为由，判了堂妹胜出。看着那细如针眼的墨点，二叔一家极尽嘲讽。太傅大人对你也不过如此。堂妹更是得意洋洋，看来还是我更得沈大人的心，不过是掉了几滴眼泪，他就不舍得让我输了。我不敢相信，寻沈战求证。他专注翻阅试卷，头都没抬，语气毫不在意。该让你常常记性，才好改了这粗心骄纵的毛病。我心伤至极，与他大吵一架，宣布从此断绝往来。沈战不知道，祖父早有决议，若是做不成女官，便要进宫去服侍那位有断袖一匹的陛下。后来听说那位山崩于前面不改色的太傅，连上13道奏折，见自己判卷不公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大殿里参与考核的贵女早已散去，沈战整理完手中的试卷，才抬起头来，神色平淡清冷，带着些居高临下。朝廷选官不仅要求才学，更看重品性，而你性格骄纵，下笔粗心，脏污试卷，输得不冤。我看着他，莫大的怒气和委屈席卷全身，语调轻颤。平日你总挑剔我也就罢了，可今日是女官考核，你知不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？那又如何？他端坐上手，毫不在意地打断我的话。总该让你常常记性，才好改了这粗心骄纵的毛病。闻言，我呼吸一滞，忍不住红了眼眶，只觉得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事了。仅仅是为了让我长个教训。沈战的语气未变，毫不在意。正是如此，否则以你这副跳脱的样子，怎配做女官？我捏紧腰间刻着姓名的剑生玉牌，这曾是我逃离家族掌控的希望。如今希望破灭，竟是如此的可笑。我一把将其拽下，狠狠砸向沈战。好好好，既然沈太傅如此看不上我，那么从此往后，我杜清衡便不再碍你的眼。玉牌从锦袍上滑落，摔在地上，4分5裂。沈战面无表情地看向我，目光在我通红的双眼上停顿了一瞬，便收回。随你。我强撑着摇摇欲坠的身躯走出大殿，家中的马车仍停在外面。杜月薇得意洋洋地欣赏我狼狈的样子。姐姐真是无用，追在太傅身后多年不得垂怜，竟不得半点后代。看来还是妹妹我更得沈大人的心，不过是掉了几滴眼泪，他就舍不得让我输了。我自嘲的勾唇，无从辩驳。下了朝的二叔等不及看笑话，对着脸色难看的父亲轻笑。沈大人对清衡也不过如此，可怜咱们杜家嫡女，白白追了他5年。还未散尽的官员贵女目光迥异地看过来，忍不住窃窃私语。我像个玩物一样，在大庭广众下被人讽刺羞辱，毫无尊严。父亲嫌我不争气，早就掩面而走了。沈战路过，自然也听到这番话。他没有分我半个眼神，拱手回了二叔一个衣礼，便像无事一般离开了。堂妹嗤笑的声音刺得我心口发疼。我终于明白，沈战就是1000年的寒冰，不管我如何用心，也捂不热。这样也好，如今岳薇成了女官，清衡便进宫去吧。祖父威严的声音在厅堂响起。这是早就说好的，我和堂妹若是哪一个落榜了，便要入宫侍奉陛下。待人都散去，屋内只剩我们一家。母亲落下泪来，抱着我哭泣。我断不会让我的女儿去那吃人的地方，谁不知陛下有断袖一匹，不近女色。清衡嫁进宫里，后半生如何还能有指望？这不是要她的命吗？父亲冷着脸，气急败坏地指责，谁叫这逆女无能？往日策论做得倒是好，关键时刻竟连二房那个不学无术的都比不过。母亲闻言，语气恨恨，那丫头心思不正，谁知用了什么手段取胜？不行，我要去寻太傅，请求重阅考卷。我拦住母亲，扬起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。别去了，沈战说我骄纵粗心，因一个针眼大小的墨点，便出了我的文章。说到最后，已经忍不住带上哭音，他是故意让我输给杜月薇的。沈战出身清流，容貌清俊，才学过人，未及弱冠便状元及第，那时官员权贵榜下捉婿，大半都是冲着他去的。
前三甲打马游街那日，世家小姐的香包和手帕更是险些将人埋住。无人不被这般精彩绝艳的少年吸引，我也不例外。我想配得上他，能作为和他并肩的人，一直在一起。于是我收敛了性子，将头埋在书卷里。后来陛下开放女官选拔，我更庆幸自己早已苦读许久，能握住更好的机会。安抚好母亲，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房里，坐在妆镜前，将这些年为沈占绣的荷包、抄的诗集一把火烧了。火光映着我惨白的脸，倒像是烧尽了这5年的痴傻。这日许是悲伤太过，我性格大变，整个人沉默的厉害，再不似往日那般活泼，竟能沉下心来跟教习嬷嬷学宫廷礼仪。祖父对此很欣慰，私下常有叮嘱，要我进宫取得陛下欢心，多为家族进言，最好能把家里男丁的官职往上提一提。荒唐，男子的前途竟要依托女子的裙带。他们小看了我，我若进宫，也必不会扶持这腐朽的侯府。只是哪怕心中嗤笑，面上却不曾反驳。这日祖父唤我去书房，行至连廊，正与月余未见的沈占碰了个对头。避无可避，我扶了个礼，一丝不苟，动作端庄，与嬷嬷教导的一般无二。沈占微愣，表情随即柔和了些。清衡，我哽了一下，过去5年，他极少有如此亲昵唤我名字的时候，如今倒是叫得自然，不再念叨什么礼仪廉耻了。按理，沈大人该唤我一声杜小姐。我的语气毫无波澜，心中或许还是有怨，我实在不想看见他。沈占轻笑一声，如朗朗君子，光风霁月，如此之礼甚好，只是对我便不必如此多礼了。待我忙完女官考核的事宜，便请母亲上门提亲。我不可思议地望向他，讽刺地想笑。提亲？你待我冷淡，触落我的策论，让我做不成女官，结果却心悦我。他轻身过来，我条件反射的后退，又惹起一声轻笑。这笑带着早春的风，凉得刺骨。我听见他说：“你这性子不磨平一些，怎么做沈家主母？”母亲把我这些时日的变化看在眼里，眼见我一日日沉闷下去，她以购置嫁妆的名义求祖父允我出门，为此还换来了表哥陪我逛街。虽说这些日子待在府里确实无趣，可无奈我提不起性子，哪怕是出了门，也不知该寻些什么乐趣。表哥待我如亲妹，知道我的遭遇，心疼得厉害。他前些日子曾与舅父上门劝说祖父不要送我入宫，只是祖父一心追逐名利，早在女官考核第2日便递了折子，已无力回天。舅舅一家对我向来很好，表哥一接到母亲的信，便想方设法地逗我开心。清衡，我们去书局买些有趣的译纸，你不是最喜欢这些有趣的画板了吗？便是往后进了宫，若是无趣，看些解闷也是好的。他小心翼翼地观察我的神色，见我终于露出一丝笑容，才舒了口气。你放心，哥哥定会在仕途上努力，做你的后盾。我有些怔愣，外祖家待我向来亲厚，我从前与表哥的关系也是极好的。可是有次与表哥逛街被沈占撞到，他脸色冰冷，表面没说什么，背地里把我训斥一番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你马上就要及笄，若是还不注意男女大防，不仅会耽误你们各自一亲，还会被人唾骂水性杨花。那话难听的厉害，只是我早已习惯对沈占顺从，同时也真怕像他说的那样，误了表哥一亲，竟真的疏远起来。如今想想，我与表哥正常交往，并无过密举动，有什么可遭人非议的？沈占并不一定就是对的。我释怀笑笑，随手挑了几个画板，突然听到一句姐姐，抬头看去，杜月薇和沈占站在一起，手上拿着几本书，粉色的衣裙挨着绯色的官袍，相配得很。沈占目光沉沉地落在我与表哥身上，捏着的书本有些变形。杜月薇不着痕迹地看了几人一眼，眼珠子转了转，扬起一抹天真的笑。真巧，竟遇到姐姐和陈家表哥逛街，看来是我没有眼色打扰了。我正犹豫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就见沈占扯过他的手，将手中的书本递过去。你不是想找些诗文拓本，这就很不错。杜月薇羞红了脸，接过拓本的同时，白皙的手拉上绣着云纹的衣摆。月薇还想找些字帖，沈大人可否借些墨宝，
以便让我学习一番。沈战嗯了一声，带着杜月薇转身走开。两人上了马车，消失在街角。我摇摇头，笑出了声，嘲讽曾经的自己，把沈战奉为圭臬多年，尚不得他悉心指导。杜月薇几句娇憨软语，就让他软了心肠。还好，我已经死心了。傍晚回府的时候，母亲说杜月薇带着沈战回来了，祖父留人用饭，还要与他小酌几杯。他恨恨不平，原先只当他是冷心冷情，如今看来却是眼盲心瞎，被那么个货色迷住了眼。我忙安抚住母亲，心中同样有些惊讶，他也有如此贴心的时候。回院途中，经过园子，只见沈战立在假山旁，目光沉沉地看着我，像是等了许久。杜清衡，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说什么？我沉默。若是从前喜欢他时，哪怕是芝麻绿豆大小的事，我都要围着他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只是现在我疲倦得很，对着他再提不起丝毫分享的欲望。况且有什么可说的必要呢？说侯府日薄西山，祖父被权势迷了眼，偏袒官做得比父亲大的二叔，因此我只能靠女官考核为自己搏一份机遇。还是说因他偏颇，我错失做女官的资格，因此被家族视作弃子，扔进深宫去博那喜怒无常的帝王宠爱。他见我不说话，语气冷凝地开口：你今日与外男举止亲密，看那些不入流的烂书，还哪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，一副说教的模样，简直可笑一极。我和表哥不曾有丝毫逾矩，倒是他今日和杜月薇拉拉扯扯，真是恶人先告状。从前竟没发现他如此自以为是，假清高。我懒得搭理，敷衍地扯了扯嘴角。沈大人教训的是，我要回去休息了，大人自便。他满意的颔首，还要说什么，下人唤他用膳的声音远远响起。我草草服了一礼，越过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沈战这顿饭吃得心不在焉，杜清衡如今这副乖顺的模样，让他莫名心慌。好在他也说通母亲上门提亲，今日前来也是要提前跟侯府通个气。老侯爷早就想攀上沈战，眼见向来不假辞色的沈太傅待他谦逊有礼，不由多贪了几杯。等到喝得满脸通红时，沈战说什么已经听不大清了，只听到上门提亲求娶几个字眼，想到他亲自送孙女回家，自然以为是要跟杜月薇提亲，于是顾不得细问，满口答应下来。席散，沈战带着满身酒意回府，没有半点睡意。明明已经和老侯爷说定，却总觉得心里不安定。杜清衡已经按照他的要求收敛了性子，可他心中却并没有多少喜悦。思来想去，大概是觉得还没习惯他这副安静的样子。他摇头笑笑，愈加坚定早日提亲的想法。次日一早，祖父当众宣布沈战要求娶杜月薇。二叔一家闻言大喜，堂妹更是惊喜的红了眼眶。月薇也心悦沈大人。我无意识地捏紧手指，沉默着听祖父敲打训诫。不管你以前对沈太傅有什么心思，眼下他马上要和你妹妹结亲，你又入宫在即，离他远着些。若是让我知道你生了什么不该有的心思，搅乱你妹妹的亲事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我没有理会杜月薇挑衅的眼神，无所谓的勾唇。祖父说的是，清衡一定离沈大人远远的。说完这句话，就听仆从来报，沈夫人带着沈战上门提亲来了。杜月薇雀跃地站起来，娇羞地扶着祖父迎过去。我低眉顺眼地跟在后面，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只是等两家互换了更帖后，沈战便笑着朝我走来。清衡，婚事便定在初秋可好？到时你穿着嫁衣也不会热。此话一出，原本热热闹闹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。祖父大惊，手中的茶盏落地，发出砰的一声。你要娶的是清衡？沈战不明所以，含笑看着我，正是，我与清衡多年情谊，不娶她还能娶谁呢？众人闻言面面相觑，杜月薇这下眼睛是真的红了。一世寂静，喜悦的氛围不在，唯有母亲一声声的叹息。沈母若有所思地打开更帖，待看到上面的名字是杜月薇时，强笑道：老侯爷怕是拿错了更帖，好在发现及时，快把大小姐的更帖拿来，好成就姻缘。此话一出，
祖父眼神躲闪，二叔羞愤，杜月薇更是哭花了妆，无一人答话，场面滑稽得很，我忍不住笑出声。我可嫁不成沈大人，又哪里能拿出庚帖呢？沈战一把抢过庚帖，看清上面的名字后，像烫手山芋一样扔了出去。他沉下脸色，这是何意？何意？母亲冷笑道，这就要问问沈大人了，若不是你联系杜月薇，判卷不公，清衡怎会落选女官，要被他祖父送进宫去服侍陛下？可怜我好好的女儿，一片真心被人践踏，最后还要去那吃人的深宫，不知何时能与我再见。沈战脸色惨白，看起来痛苦极了。清衡，你为何不告诉我？我扶住母亲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她。不是沈大人说要让我长长记性，才好改了这粗心骄纵的毛病。如今我倒是改了，想必进宫后，陛下也会喜欢我这乖顺的模样吧。沈战眼睛瞬间红了。那时我不知你处境艰难，我想着你在书院太过锋芒，难免自傲，这性子若是进沈家，必不会是个合适的主母，想着挫一挫你的锐气罢了。又加上杜月薇骗我，若是落选，家中就要送她给老王爷做妾室，若是如此，还不如去死。我嗤笑出声，沈大人怜惜家妹，真是好生大方，不惜让心爱一人落选，也要成全他，如今也算善有善报，他对你痴心一片，何不结成连理？满意的看着他愣在原地，我又指了指他身后。听说当初月薇妹妹仅仅是掉了几滴泪，沈大人就不忍其落选，如今妹妹这眼泪可不止几滴，大人还不快去宽慰？沈战眼中情绪翻涌，一副受伤的模样。你何苦说这些话来伤我的心？若她不是你的妹妹，我甚至不会多看一眼。她看起来竟是对我情根深重了。我追逐她5年，她对我仍不冷不热，如今害我被迫入宫以后，沈战竟然非我不娶了。荒谬！我躲开，他欲拉住我的手，冷着脸厌恶至极。沈大人可别离我太近，祖父说了，让我离你远些，不然便要罚我了。祖父讪讪地上前，讨好地笑着。我不想再看这场闹剧，拽着母亲离开。后来听门房说，沈战母子脸色难看地走了。祖父客气地把人送走，转过头一巴掌扇肿了杜月薇的脸。孽障！若不是你耍心机，沈战就是我杜家的女婿了。你害他娶不成清衡，他岂能放过你？不出明日，你的名声就要烂遍京城，还要连累整个侯府。果不其然，次日一早，京中便有传言，那位山崩于前、面不改色的沈太傅连夜上奏，见自己判卷疏漏，直言杜家二小姐杜月薇无才无德，不配女官一位，恳请陛下重新考核。一时一间，杜月薇的名字传遍京城，众人提起，无不鄙夷嘲笑。杜月薇羞愤欲死，二叔更是称病不上朝，就连与他一母同胞的堂弟，在书院都备受嘲讽，忍不住告假回家。京中风言风语甚嚣尘上，陛下却在此时下了另一道奏折，派沈战去江州彻查科考舞弊一案。眼见他要离京，可离我进宫的日子越来越近。沈战红了眼，连上13道奏折，皆石沉大海。我心里清楚，沈战盘算着，若是我有官职在身，就不必进后宫。可是他这算盘打歪了。当我从教习嬷嬷手里接过披着朱砂的策论时，我就知道，在我入宫前，陛下定不会准奏的。沈战出发江州的第2日，陛下召我进宫。新帝魏崤登基未满1年，传闻中嗜血暴戾，不近女色，此刻却毫无仪态地坐在我面前的石阶上，活像个二流子。他抽走我手中的策论，挑眉轻笑。朕听说，女官考核当日，太傅亲批的卷子，有份策论见解独到，却因针眼大的墨点被触落，一时好奇，拿来看扫了2眼，此等文章确实不该落选。只是第2天你祖父便递上折子，要把你送进宫伺候朕。我垂眸看着地面，并不答话。魏崤笑了笑，自顾自地说道：京都权贵大多贪图享乐，不思进取，可他们盘根错节，犹如烂掉的树根，沉疴已久，致使风气腐败，新苗不能成长。你想不想挖掉这块烂根？我霍地抬起头，只见魏崤目光灼灼，语气循循善诱。
以你的才华，不该淹没在深宫后院。从前在侯府苦苦挣扎，无法选择，可是现在，朕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同朕一起做这件事。到时你便不再是谁家一女，而是杜大人，甚至杜丞相。这话像一阵飓风，把我心上的混沌阴霾吹散得一干二净，转而燃起一把烈火。我俯首跪在地上，臣遵旨。魏崤封我为贵妃，入主后宫，作为当今天子后宫中唯一一位嫔妃，并且看起来还深受宠爱，一时一间众人无不追捧。杜家更是水涨船高，风头无两。父亲在家中也硬气不少，祖父更是以皇亲国戚自居。对此我充耳不闻，只是隔三差五办一些赏花宴，召集京中贵族亲眷。每设宴，席间必定分成两派。近些年科考入仕的新贵，以及自祖上阴封的贵族门阀，而天下间大部分的财富资源都掌握在后者手里。不患寡而患不均，若是长此以往，必定引发动乱。席间服侍的宫女内侍皆是我的眼线，他们从女眷的只言片语中抓取每一丝重要信息，从他们泾渭分明的关系中推测家中男丁的派系，最后由我分门别类的整理出来，再报给魏崤。只是这法子虽然有用，可成效太慢了些。魏崤从一堆奏折中抬起头，好笑地看着我。自古以来的朝堂变革，皆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，你想多快？我有些羞赧地撇开眼。与魏崤相处的这些时日，足以让我了解，他并非是外界所传的暴虐艺人，只是行事作风利落些罢了。至于传言中的龙阳一好，倒是有迹可循。那随他从沙场上征战多年的少年将军，两人确实有些不同寻常。就比如此时，魏崤埋首桌案，林峰抱着长剑，眨也不眨地盯着他。本来内宫是不许带兵器的，可是魏崤给了林峰诸多特权。别说冷酷肃杀的小将军，精于谋划的少年帝王，确实像话本里说的那样好磕。我看得有些出神，想着下次赏花宴让舅母传信给表哥，再给我送些话本来。魏崤见我眼神飘忽不定，随手把一本奏折扔过来，有些不自然地问：想什么呢？笑得真奇怪。我被吓了一跳，回过神来，怒目而视。罪魁祸首笑了，你如今倒是不装了，胆子大得很。我敷衍地行了一礼，假笑回应：多谢陛下谬赞。说来奇怪，除却一开始的生疏疑后，我竟然不怕魏崤，对他有着出乎意料的信任。沈湛去江州2月后，带回来一个足以震惊朝野的消息。本次科考选拔，参与舞弊的官员人数多达80余人，其中不少都还是朝中重臣。魏崤收到密信后，独自坐了许久，久到天色暗了下去，只能看见他的轮廓。我端着烛台走过去，目光不经意扫过那份名单，其中一个熟悉的名字让我瞬间白了脸。魏崤目光沉沉，语气听不出喜怒。你说朕该怎么做？科考选官乃国一根本，如果不加以严惩，不足以震慑朝堂。朕以为你会替他求情。我闭了闭眼，将头磕在地上，只求陛下不要牵连舅舅和舅母。心里疼得像在滴血。我从未想过，表哥说的在仕途上努力，竟然是勾结党羽，把持科考。若是朝堂上长久的被权贵世家掌控，哪还有寒门的出路？长此以往，国亦危矣。那日以后，我就病了。太医说是急火攻心，给我开了2副药，嘱咐我好生养着。养病期间，有不少人来探望。魏崤来过几次，都被我以怕过了病气为由拒在了门外。其实是心中羞愧，我口口声声要和他一起整治朝纲，可没想到连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都看不住。大概是见我气色太差，见有流言说我病入膏肓。祖父一听就急了，忙递了牌子进宫。我有心从他嘴里打探消息，便让他们进来。谁知他带着杜月薇，话里话外是担心我不中用了，怕失了好不容易得来的荣宠，所以要再送一个女孩进来。杜月薇也是个蠢货，一改前几日的唯唯诺诺，递上杯茶来就喊我贵妃姐姐。等见到魏崤从门外进来，眼珠子恨不得粘在他身上。我简直被气笑了，喝了口茶，呛得咳嗽好几声。朕怎么不知道，
朕的后宫贵妃就能做主了。祖父赋闲在家，多年不见天颜，跪在地上磕磕绊绊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魏晓笑眯眯地把他拉起来，下一刻就喊来内侍把他们拉出去杖责。贵妃确实可以做朕的主，不过你这孙女太丑，伤到朕的眼了。我默默地把被子拉到头顶，哎，一群奇葩亲戚，更丢人了。魏晓像无事发生一般，拉下我头顶的被子。世人追名逐利乃是常态，今日是你身边的人，明日就可能是我亲近的人。你要做的是竭尽所能拨乱反正，何须羞愧自残，白白浪费许多时间。我深有所感，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。魏晓说的对，何必用别人的错惩罚自己？月底沈战带着全部证据回来时，我和魏晓已经摸清了大部分官员的情况。如他所说，这其中亲缘关系盘根错节，多数舞弊的官员甚至不是为了自家子侄，只是牵扯在这一张网里，挣脱不开罢了。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不能一下子问罪满朝半数以上官员，到时法不责众，反而不能根治沉疴。魏晓干脆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，引导他们互相猜忌，谁都想着做唯一知道真相的那个人，恨不得把对方踩死。当以其他罪名将几个重臣下了大狱后，剩下的人终于觉察出问题，他们蠢蠢欲动，开始暗地谋划。我们需要一个契机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于是赏花宴又办起来了，这次格外盛大，除了女眷，还邀朝中官员。沈战也在受邀一列。距离上一次见他，已经过去将近半年。他瘦了许多，好似大病一场，官服在他身上显得空空荡荡。见我盯着沈战，魏晓握着酒杯的手一顿，眼底翻涌着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。听说你曾苦追沈太傅多年。我收回目光，垂下眼帘，都是陈年旧事了。沈战此人。魏晓放下酒杯，指尖轻扣案面，看似清冷，实则高傲。追在这种人身后会很累。如今再提起往事，我心中早就没了波澜。刚才看沈战，不过是好奇他怎么会瘦成这副鬼样子。若是他当初打马游街时是这副模样，想来就不会惹得那么多贵女春心大动了。今日陛下还有闲心说人家坏话。魏晓被我对得哽住，难得看到他吃瘪，我心情大好。宴席过半，我起身更衣，回大殿路过廊下，又被沈战拦住了去路。清衡，我后悔了。我冷着脸，语气毫无波澜。沈太傅这话逾矩了。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一滴泪从面颊滚落。我知你脾性，不会甘愿待在这深宫中，若你愿意，我会用此次查案的功劳向陛下换你自由。求求你，清衡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弥补你。我面无表情，看着他自作多情。沈战，你真的了解我吗？你说你心悦我，可你从来不知道我想要什么。曾经我拼命想考取女官，是为了爬出侯府的泥沼，并非是为了嫁你，可你轻而易举地毁掉我所有的努力。而如今，你又一厢情愿地以为我不愿留在宫里，要把我带出去。沈战，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不是一个物件，你想让我变成什么样，就要变成什么样。沈战嗫嚅着嘴唇，模样有些可怜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想让你变得更好，没想过要伤害你。我沉默地看着他，你自以为是的想法让我吃尽了苦头。如果你真的为我好，以后就不要纠缠了，看不见你，我会开心很多。宴席过半，我一直绷紧的神经忍不住有些疲累。魏晓拍了拍我的手，先让宫女送你回去。我摇摇头，已经努力这么长时间，不能在最后关节打草惊蛇。就在我决定喝一杯浓茶醒神的时候，变故突起。无数名穿着夜行服的刺客冒了出来，下手狠辣，一看便知是不要命的死士。为了引蛇出洞，大殿没有安排很多禁卫军，一时一间竟有些招架不住。林峰很快带人来支援，只是一时不察，一枚暗器冲着我就过来了，速度快到我来不及躲闪。就在我以为要丧命时，一道人影冲出来，替我挡下暗器。魏晓明黄色的衣袍上满是刺眼的鲜血，我慌乱地扶住他。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大殿里乱糟糟的，所有谋犯都被押送到了天牢。我立在床边，
看着魏晓喝了药，虚弱的躺下。陛下，只是擦破了些皮而已，用得着。迎着魏晓谴责的目光，余下的话被我咽下。还好暗器没毒，魏晓又穿了金丝甲，这才虚惊一场。没良心的丫头，我这都是为了谁？我讪讪地住了嘴。陛下救命大恩，臣妾无以为报。那就以身相许。魏晓耳朵通红，别过脸去，不肯看我。我饶是神经大条，也能看出他心悦我。对此，我的第一反应竟不是害羞，而是颇为惊讶。你居然喜欢女的？那你和林将军……魏晓一个枕头把我砸出了寝殿。好吧，将军的职责就是护卫陛下，不时时刻刻看着，怎么护卫呢？涉案的官员全都被押送到天牢，除了几个主犯被抄家问斩，其余人员都被贬为庶人，抄没家产，3代以内不得再参与科考。外人只道陛下仁慈，实则对于这些享用过权势的人来说，眼睁睁看着家族的没落和衰败，却无力改变，比杀了他们更难受，甚至连累子孙后代，连寒门学子都比不上，一辈子大概只能靠出卖劳力生存了。就此，科考舞弊一案终于落下帷幕。世家门阀被杀得七七八八，余下的也成不了什么气候。万幸，祖父过于无能，没人看得上他，这次也没有被波及。只是到底家中门楣无人支撑，侯府渐渐地没落下去。魏晓事后论功行赏，允我单开女户，又赐下府邸财产，而他自己既得了民心，又超获大量财富，算是最大的赢家了。审战的13道奏折中也被恩准，重新科考选拔女官。他主持完这次选拔后，便请旨辞官。听说他郁结在心，身体已经不大好了。魏晓准了，而我并不关注这些，只因此次选拔，我的名字被悬挂在榜首。自此，我便以女子一身跻身朝堂，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。只是每到夜晚，总会有些烦恼。魏晓偷溜出宫，不要脸皮地粘在我的床榻上，早点给朕生个太子吧，我想退休。退休？真是奇怪的言论，怎么会有人不热爱工作呢？我还要做第一女丞相呢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